你知道哪个国家的宝剑实力最强吗？既不是英国的石中剑，也不是马来群岛的马来剑，他们甚至都排在倒数，第一的地位至今无法超越。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10把不同国家的名剑。第10，马来民族马来剑。马来剑又叫马来克力士剑，这是一种以刺为主的肉搏短兵器，其独特的弯曲刀柄设计使它能够在一瞬间造成强大的伤害。然而这把武器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对方在开阔地带使用了较长的兵器，如长剑或长矛，马来剑的效果可能就有所欠缺。总的来说，马来剑更适合于秘密袭击和刺杀行动，而不是传统的阵地战斗，因此将它排在第10的位置。第9，罗马短剑。罗马短剑虽短，但重量却不轻，进攻手段以刺为主，它可以轻松刺入对手的心脏与腹部，使其留下致命伤害，并且这把武器两侧开过刃，所以劈砍起来也毫无压力。如果再配合随身携带的盾牌使用，这将在短时间内击杀数名敌人。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虽然罗马短剑的威力强悍，但毕竟是把短剑。第8，英国石中剑。在中世纪欧洲的传说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不列颠之王亚瑟。传说亚瑟王的石中剑是王中之王的武器，剑中之剑。然而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剑身深埋于岩石之中，并且只有王者才能将其拔出，因此又被称为选王之剑。剑身有着非常华丽的雕饰，中间刻有一串铭文，意思就是只有真正的王者才能拔出这把宝剑。传说中，亚瑟王是唯一一位成功拔出此剑的人，因此他也被认定为不列颠之王，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第7，日本本庄正宗武士剑。在早期，由于匕首式短剑的普遍性，剑和刀的功能与设计上并没有明显区分，因此虽然本庄正宗被称为刀，但在分类上它亦可被视为一种剑。这把珍贵的武士剑是由日本史上最杰出的冶金大师之一五郎入道正庄所铸造，其工艺精湛，以至于被日本人尊为国宝。但是在2战期间，这把宝剑却丢失在战乱之中，至今下落不明。第6，古埃及镰状剑。这种武器融合了战斧和短剑的特点，以至于从外表上看起来比较独特。除此之外，剑身还有一个特别的弯钩设计，这样的设计使得镰状剑既拥有剑的精准攻击能力，又具备战斧的强大攻击力。当然，镰状剑还能巧妙地勾住对手的武器，从而有效地控制敌人的行动。若不幸被此剑刺穿，所承受的疼痛会让人生不如死，残忍之极。第5，苏格兰华莱士剑。一把载入苏格兰历史的传奇武器，是威廉华莱士1297年在战场上的随身佩剑。剑柄长4英尺，剑身长4英寸，重6磅。其独特的剑柄鞍子由一个洋葱形的镀金铁片制成，并以深棕色皮革精心包裹。有传言称，今日所见的华莱士剑柄并非原物，可能经过了后世的更换或修复。在华莱士英勇牺牲后，这把剑后来被送至登巴顿城堡的总督处，并最终被永久珍藏于华莱士纪念馆。第4，法国拿破仑之剑。拿破仑之剑是拿破仑为了加冕，在1801年向著名工匠师尼铎专门定制的。此剑在铸造的过程中使用了金、鸡血石、宝石、玳瑁、钢和皮革等珍贵材料。同时，拿破仑之剑的剑柄上还镶嵌了一颗重140克拉的大钻石。1804年，拿破仑佩戴着这把象征着皇权的宝剑，在巴黎圣母院完成了加冕大典。2017年，拿破仑之剑远渡大洋，在中国故宫博物馆展出，使我国民众有机会近距离能一睹拿破仑之剑的风采。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宝剑，你觉得是哪把？第3，亚瑟王王者之剑。这是一把充满魔法的圣剑，与装饰华丽的石中剑相比，王者之剑虽然精美，但却省略了很多没必要的点缀装饰，这点使其更适合于实战使用。据传说，亚瑟王后期的大部分战斗中都是使用的这把神剑，可惜造化弄人，亚瑟王不幸把剑鞘给弄丢了，最终在一场战斗中重伤死去。亚瑟王的故事也就此结束。第2，伊斯兰佐勒菲卡尔剑。它是专为战斗而设计的杀戮之剑，这把剑以其独特的开叉式剑尖而闻名。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劈砍时的速度和力量，还增加了敌人伤口的复杂度，这会给伤口的缝合增加难度。据传说，一旦被这把剑刺中之后，伤口都很难愈合，同时也会增加伤口的感染几率。这把剑曾是古代伊斯兰教领袖阿里的佩剑，现如今已被什叶派主教马赫迪收藏。第1，中国越王勾践剑，又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由铸剑大师欧冶子精心打造，是中国古代野猪工艺的杰作，也是中华民族非凡智慧和勇气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精神象征。越王勾践剑虽历经千年，却没有任何锈迹，剑身依旧光洁如新，花纹清晰可见，剑锋闪烁着寒光，锐利异常。剑格镶嵌的蓝色琉璃和绿松石，把整把剑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华丽，所以将它排在第1，实至名归。